前两天刷酷安刷到了这条可以把硬盘盒直接变成显卡拓展坞的贴纸，看到了这个贴纸突然就提起兴趣了呀。特别是我现在正在使用的这台雷蛇的笔记本，因为显卡是1660 Ti，导致还是有不少的游戏玩不了，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。其实实现它的这个原理很简单，材料只需要硬盘盒、M.2 接口转 PCIe 接口，还有一个雷电的数据线就行了，当然还有显卡。通过把显卡接在转接卡上的 PCIe 接口上，然后通过 PCIe 接口转 M.2 接口。因为硬盘盒上的 PCB 上的 M.2 接口就是纯 NVMe 协议，也就可以直接使用 PCIe 设备，也就是直接使用显卡，非常的方便和实用。这里的硬盘盒我已经买来了，其实可以直接购买硬盘盒的主板。为了以后的方便，我还是购买了整块硬盘盒，微弱的硬盘盒。我买的这一款是只支持雷电协议的版本，就是不能插 USB 协议的接口使用，只能用在支持雷电接口的协议上。当然也有同时支持雷电和 USB 的。硬盘盒的包装里面有一个螺丝刀和一片给 M.2 硬盘散热的垫片，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包装还是很精美的。硬盘盒的壳体用料非常足，实心的铝壳，散热和防摔都是没有问题，完全可以保护里面的主板和硬盘。当然等一下我们用不到。拆下固定的3颗螺丝，可以看到里面的主板，然后把主板给拿出来，它的主控芯片是在背后贴了这样一块散热垫。这个芯片是 JHL6340， 端口的速度是40Gbps， 硬盘的顺序读取速度可以达到2700兆每秒。查了一圈哈，这一块主板的核心还是这一块 JHL6340， 还有比它更高级的，比如说 JHL7440， 当然价格更贵，参数上的话提升并不是特别大。JHL6340 这个芯片更便宜，也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。然后准备好 M.2 接口转 PCIe 接口的转接卡，特别想吐槽一下这个转接卡，因为买来的时候看网上的图片啊，这里的是已经开了口的，但是实际上收到过后这里是并没有开口的，于是就用电烙铁烫了一个口出来，这样上显卡的话就不会有冲突。原因呢是显卡是 PCIe 乘16的接口，但是这个接口是 PCIe 乘4的接口，所以说就要开口或者是再买转接线。买转接线因为线损的一些原因会丢失一定的性能，所以说还是开口最合适。然后我就选择了开口的方法，因为来回的邮费和时间比较麻烦，我也没有选择退货。然后这里再把转接卡安装在硬盘盒的主板里面。当然还要准备一个电源，因为雷电接口的供电不会给 PCIe 插槽上的12伏供电，也不会给显卡供电，所以说就要另外准备一个电源供电。在给设备插入之前，要先短接电源的2个角位，来使电源处于一直工作的状态，就是这2个角位。在2个针脚直接接一根铁丝或者是一根线连接就可以了。我这里使用一个直接短接的接头来进行短接，最好短接过后插电试试风扇转不转，可以减少不少的麻烦。短接过后就行了。用的一个电源来给显卡和 PCIe 插槽供电。显卡是七彩虹的 RTX 3060 ADOC， 是一张比较堆料的显卡，双8 pin 的供电。在电源未接交流电的状况下，先给 PCIe 转接卡供电，用的是这种小4 pin 的接口，接口本身提供12伏和5伏的供电，我这里就直接使用 SATA 电源转接这种小4 pin 的接口。这种小4 pin 接口呢，其实是在某些电源上是自带的，有些电源上是没有的。然后插入显卡的供电，记住一定要插满。插入完成过后，再把显卡插在 PCIe 的扩展板上。我们这个雷电3的显卡拓展坞就做好了。当然，雷电线也是必要的。我这里使用的是前段时间购买的华为的显示器送的一根双 Type-C 的线，支持雷电协议传输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双 Type-C 线都可以使用，这个要直接测试或者用 USB 表插线才知道。3安和5安的线都可以，越短越好。因为硬盘和高度的一些原因，我插线的时候显卡的挡板把线给直接挡住了，我就把显卡的挡板是取下来的，厚度刚好够，插上显卡过后可以直接平摊放在桌子上，下面用显卡的背板作为支撑，使用起来完全没有问题。接上短接线，打开电源的开关，然后把线连接到电脑上。
可以看到拓展卡和转接卡上的5个灯都是亮起的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应该和供电是否接上和是否正常工作有关系。插入过后，可以在电脑上自带的雷电控制中心里面找到所插入的雷电的设备。通常一台新笔记本有这个软件就肯定有雷电接口，包括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也可以看有对应的显示设备没有安装，然后在英伟达官网安装对应的显卡驱动。如果是 A 卡就去 AMD 官网，如果是英特尔的独显也是同理。这里就直接跳过，简单一点的话，可以用360驱动大师直接安装。安装完成过后，设备管理器里面就会出现对应的显卡，包括在任务栏里面可以看到英伟达的显卡的状态，可以看到哪些应用程序正在使用哪一张显卡。现在就可以开始测试游戏了，先跑个 3D Mark。Time Spy 的总体跑分可以达到6571分，显卡跑分差不多是6844分。同款显卡在桌面级的显卡分为8879分，还是有一定的性能折扣的。相比对于笔记本自带的160 Ti 来说，性能还是要好了一些。最主要的是，使用外置显卡运行 Benchmark 的时候，笔记本的温度要比使用内置显卡的温度要低一些。对于雷蛇这种偏轻薄的游戏本来说，就有不小的作用。游戏的话，在这里就不再过多详细介绍了。基本上大型的游戏都是没有问题的 ，P2、达芬奇等软件都是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外置的显卡。如果要断开连接，直接点击 GPU 活动里面的断开 GPU 就行了。这里会有显示哪些应用程序正在使用哪一张显卡，最好是全部关闭后再断开，以防止数据丢失。现在来计算一下花费，硬盘盒花了390元，如果是直接买主板的话，可以省下大约40到50元的成本。M.2 接口转 M.2 转 PCIe 的转接板花了19元，当然也有更便宜的。电源的话，推荐上300瓦的电源，通常二手的价格成色比较好的是在100元左右。DC-AD 方案的话，因为电源和模块是分开的，所以说要更贵一点，但是差距并不是特别大。会 DIY 的，甚至可以直接使用12伏的电源实现的方法也是非常的多。总结一下这个 DIY 的产品，可以实现比较低的价格，让你支持雷电接口的笔记本直接支持显卡，同时也可以满足很多的需求，不只是 PCIe 显卡，甚至是 PCIe 网卡、声卡、无线网卡都可以使用它。现在要把显卡拿去还给别人了，因为太贵了。喜欢这个视频或者对本期视频有什么补充的，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。